现在有这么一个消息说呀，这个 B-1B 战略轰炸机呢到朝鲜半岛来搞事儿，可是这个机载的雷达上啊，却发现不了这个隐身性能非常强悍的歼20，直到这 B-1B 机组的飞行员目视发现旁边怎么还有歼20啊，吓得够呛。这要是在实战状态的话呀，这 B-1B 估计早就报销了。那么在歼20的驱力之下呢， B-1B 落荒而逃。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现在网上传这么一个消息，说最近不是美国在朝鲜半岛这边和韩国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大规模的这个军演吗？这就有2架 B-1B 呀，从第2岛链那个方向从日本那边飞进来，就要搞一个突放性的这个试探。说这个在飞行过程中啊，这个 B-1B 的雷达呢，当它飞离这个朝鲜半岛，接着往南边南下的这个时候呢，就发现雷达上也没有什么异常。但这时候飞行员突然发现旁边有歼20在伴飞呢，只有目视才能发现的歼20飞机，这可把这飞行员给吓得够呛啊！而且呢，这网上的消息说呢，可以听到这个 B-1B 机组和地面的通话的记录啊，从这里边也反映出了这个事情。机组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雷达上有各种信号，但是歼20就过来驱离我们了，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这说到这儿呢，咱们得说这个 B-1B 这飞机啊，美国把这个 B-1轰炸机 B-1A 这个淘汰掉了。B-1B 呢，它现在啊，把它用途上是专门用于进行反舰了，就是在它的机身弹舱里边可以挂载24枚的这拉斯姆远程的反舰导弹，专门是打击大型水面舰艇来用的。你想想啊，在朝鲜半岛进行这种军事演习，说是针对朝鲜，你针对朝鲜用得着搞这么大的规模吗？而且呢，你这 B-1B 现在是专门进行反舰打击水面大型舰艇的，但朝鲜有什么水面大型舰艇啊？这很明显 ，B-1B 的出现，它就是针对中俄，特别是就是针对我们中国的。而且美国现在有这种战法嘛，说将来这个我们如果打响统一之战的话，那 B-1B 就要从远程去袭击我们这个渡海的舰队啊，这很明显，这来头就很明显。而且网上传现在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还配了一张图片，从这张图片上还标出了 B-1B 的飞行路径，它是从日本的北部进入，然后呢飞到这个朝鲜半岛上空，然后呢就从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西南侧呢开始南下，要进入我们的东海防空区啊。这个时候就说就发生了这个被歼20驱离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这飞机不得不改道得从这个冲绳方向飞进了太平洋地区，飞回到第2岛链这个地区了。这个事情说的是挺真实的，这个有图有真相，而且还说呢，你可以听那些录音。但是这个事情你前后想一想想来想去，觉得这个事儿说的话这个消息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个假消息我一说是很可能是个假消息，有的朋友就说了，说你不妨自信一点把那个很可能把可能那俩字去掉吧，这就是个假消息。因为为什么呢？这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几点第一个呢，你说这个半岛演习这件事情，美国在和韩国加强这个军事演习，把日本也招呼进来，这个事当然是真的。但是 B-1B 是否就突防到了我们东海的防空区，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证实的。第二呢，我们再说这个 B-1B 用它的机载雷达确实是发现不了歼20但是呢，你知道 B-1B 它是一个战略轰炸机，它要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在东亚地区的地面的雷达网，加上这个预警机，它会提供这么一个战略保障的战略支援的这么一个环境就算是 B-1B 看不到，那这些难道也看不到吗？而且呢，我们看第3点，你如果是真是执行这么重要、这么危险的这种突防任务的话，那肯定会有这种战略保障除非是这个飞机突防到了这个保障圈之外了，那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种任务要一开始都是严密设计过之后的，你不可能2个飞机、2个机组同时在玩一个自己加戏来这么一手，所以总体来说这件事情的可信度非常的低，应该说它就是一个假消息，只不过就是网上编出来那么自嗨的一个段子而已。